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23.78，收盘价是233.2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2，最低价是在214.2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3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这根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83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多头趋势转变的强度在继续降低。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上影线长。那么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是继续下行，下方呢是在214附近遇到了支撑，然后呢股价在盘中突然被拉升，那也就是在盘中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回补了由于跳空低开盘而产生的这个缺口，并且是一路向上。那上方呢是在250关口附近是遇到了压力，然后呢股价又迅速回到了当日 K 线的中部。那么在这个区域呢一直是震荡，最后收盘价也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和下影线。那我们会看到上影线略长，那出现这样的线型说明当日在盘中股价在这个区域内是叫做有大量的换手。那么这样一根 K 线出现在下跌的行进中，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52，那么股价将会确认止跌，然后呢股价会有继续上行。因为这根 K 线下跌到底部，并且含有长下影线，并且呢成交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但是如果日后股价不能够站上252，而是继续下行，跌破了214，那么股价呢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目前在4月7日新生成的这根 K 线较之前，也就是3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17已经是出现新低了，也就是下方再次出现了底底低。那么上方呢是一直有头低，所以目前股价是继续延续着特斯拉股价自历史最高以来建立的这样一个空头趋势。但是这个空头趋势呢没有被继续确认，也就是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214，那么这个空头趋势将会被继续确认。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日股价在这个地方是有大量的换手，我们也会看到最低实际上股价多头呢是守的位置是2024年10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12.11这个位置，也就是在这个位置。那正好呢这是特斯拉股价这一波上涨的一个我们说叫起涨的这样的一根 K 线所以说呢股价目前实际上已经收复了
这样的一波涨幅，正好是在这个区域内遇到了支撑。那多头呢，我们认为在当日盘中是守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多头不允许股价跌破它，因为一旦跌破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那么股价将会瓦解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建立的多头趋势。对，只要这个位置不跌破呢，那么下方一直都是底高。对，所以目前呢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日后股价下行，只要跌破了这个214呢，当这个空头继续被确认之后，那也就瓦解了这样的一个长期多头趋势，那么股价一定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当日的幅值也是非常大的，是最高到最低是达到了38个点，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近这个10个交易日甚至我们可以从3月10日开始，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区域内，我们会看到它的成交量较之前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区域内是存在着大量的换手的。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的换手呢，股价如果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反弹而出现下跌，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大量换手呢，将是空头占上风，那么股价一定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那继续下行，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了，就是我们认为这一波如果股价继续下行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到达是在160附近，也就是在下方这个缺口上方一点，这是这一波股价要到达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根据K 线的信息去推算出来的。对，好，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大量的换手呢，我们来看看日后的股价的走势。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一点，其实当生成这样一根抱有大的成交量，并且抱有大的幅度，也就是最高和最低相差较大的这么一个数据呢，生成这样一根 K 线，那么这根 K 线的最高其实正好在250关口附近，最低是在关键的标志位，是在212附近。那么这两个位置将会成为日后股价的走势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50关口，那我们会看到也很有可能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甚至是20日均线值，那么股价将会确认止跌，那股价将会在有继续上行的走势，或者说呢继续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但是如果跌破它的最低呢，也是重要标志，那将会再次出现低，所以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那么我们再来看，如果股价出现了反弹，那在这个区域内，如果是站上了250关口，那么股价继续向上，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4月2日这根 K 线285，也就是它的最高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压力。那股价如果出现反弹不能向上继续突破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在292和214之间，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收盘价会在225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48附近，而实际在4月7日收盘价是在
233.29。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在225呢，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大，同时当日的走势也是不同的。唯一相同的呢就是性质相同，性质相同就是都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好，那么股价出现了止跌的信号 K 线，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那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92。在到达它之前，目前4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52，然后接下来上方这个小的缺口261，然后还有285。那么这3个位置呢，将是股价在到达292之前的强压力。我们说强压力不代表不能被这个突破，强压力而是说的它是重要的标志位。每当突破一个强压力，那么都会促使股价继续上行。但是每当遇到这样的强压力而不能突破的时候，它都是反转向下的一个位置。对，其实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现在是有短期的空头趋势，上方有头低，下方已经出现了底低，所以我们说股价在反弹到252、261和285这3个位置的时候，都有可能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而继续目前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所以在这一点，在这方面呢，我们要警惕这3个位置，当股价发生反弹的时候。好，那么292如果能够被站上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呢将会其实现在股价虽然出现新低，但是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前低。对，所以说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呢，现在这个从这个 K 线信息上来说，已经就是不能说被瓦解，但是这个空头趋势呢已经不明显了。所以目前股价要站上292，就是要再次出现头高，而继续推动股价上行。那么站上292继续上行的目标就是304，304如果能够被站上呢，将会瓦解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那继续向上，第3个目标就是367。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的下行，目前虽然股价出现了新低，那么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仍然把它定义在217这个位置，因为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它，所以这个位置仍然可以成为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么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实际上当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在223，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开盘价这个位置，是唯一的一个支撑。好，那么217如果被跌破呢，那么我们说股价呢将会继续延续这样一个空头趋势。接下来第2个目标就是依然是182，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第3个目标是138，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好，那么现在其实我们说完股价的上行和下行尤其是对于下行来说，从这样一个长期的 K 线图来看，我们要在近几个交易日看股价是否能够守住212这个位置，或者说是股价能否守住我们说200关口。对，如果这2个位置能够被守住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内出现震荡的走势，然后再选择方向。但是如果是有就是多头力量不足，我们所谓说的多头力量不足，就是说目前股价下跌
我们认为不取决于空头，虽然空头比较强势，但是目前是取决于多头。那多头什么时候介入，也就是多头要守在哪个位置，这才是日后股价走势的关键。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多头要守哪一个位置。那如果多头目前能够守住这个212附近或者200关口，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在这个地方呢进行一个震荡横盘，然后再去选择方向。好，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要密切关注217到212这个区域。好，这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要甚至本周内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是在236，那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呢会收在低位。那么到了4月8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在229附近。229是这根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好，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无论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如果在229这个地方能够得到支撑，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或者至少是横盘的走势。但是如果在盘中是在229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跌破223这个比较强的支撑，然后继续去下方去测试新低。好，这是我们关注229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先来看多头，那么之前我们的仓位，多头仓位都是被止损出场了。那么到了4月7日收盘价在233.29这个位置，那对于多头来说，在这个地方是可以5%进场抢反弹的。理由是当日股价虽然是上影线略长，但是我们会看到股价在下方是得到了一个支撑，并且呢成交量增，那在这个地方是有大量买盘的出现的，也就是有换手的。那股价跌到低位，然后呢被拉抬到250遇压，又回到这个位置，虽然在前低的下方，但是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所以说在这个 K 线的收盘价我们是可以5%进场抢反弹的，获利目标是在249到250之间，也就是说股价如果反弹到这个位置是可以获利出场的。那么这样5%抢反弹的仓位止损位，我们守这根 K 线的最低214，也就是股价跌破的这个位置，那这个仓位是要即刻止损出场的。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50关口，对，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附近。然后空头现在的目标是214和下方的200关口，这是空头两个目标。对，因为这两个目标被突破，那么将会继续延续着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49到255之间。那么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包括前一日 K 线最高，也在这个范围内。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位置压力是非常强的。
好，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从258到261。第三个压力位是276，是这根 K 线的最高。第四个压力位是285，第五个压力位是292。我们再来看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就是214，在这个位置。好，第二个支撑是200关口，第三个支撑是182，在这个位置。那第四个支撑呢，我们刚刚给出了，就是这一波股价下行的目标位是160，然后呢，第五个支撑是138。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好，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0，上方最高会到达251，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8附近。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258，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收在255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3，在这个位置，下方最低会到达223，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5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横盘向下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